迎收看《立懂什么》，我是丽丽。那这个月的主题打骂教育呢，我们前2集有从不同的角度去和大家一起探讨过，在教养当中那些看不见的伤。那第1集呢，我们有教育心理学博士黄小燕来跟我们谈到说，很多爸妈觉得自己我没有打孩子啊，但是其实呢，语言暴力、情绪勒索、冷处理这些都是伤。第2集呢，我们就访问了亲职教育工作者许慧珊老师，他就跟我们分享了自己陪伴一些家长转变的真实案例，提醒我们其实不打孩子不代表没有教养哦，没有教养孩子哦，其实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而已。那今天呢，我们就换个角度，把镜头直接对准学校，对准老师。那最近可能你有听到这则新闻说到乌鲁登加罗国会议员罗索华西呢，就建议重启这个体罚教育，对于一些冥顽不灵的学生呢，用藤鞭来惩戒。那听到这样的呼声的时候，其实你有什么样的反应啊？那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放下这个藤鞭，放下这个戒尺之后，老师其实还可以做些什么呢？那今天非常荣幸的，我请到了2位我很钦佩的教育工作者老师哈。那一位呢，就是郭史光宏老师，他是怡保师范学院中文讲师，也是马来西亚儿童文学协会的会长，曾经在华小执教15年之久啊，带过的孩子是形形色色了。那另外一位呢，就是古宝丽老师，她呢其实就是光宏老师的太太哈，她自己本身呢也是在华小执教了15年之久。那据我所知她常常会跟这个班上的孩子斗智斗勇，然后悟出了很多一些不用藤鞭，在课堂上也可以让孩子听听画画、听课的这一些方法哦。那也非常感谢这一集呢，有 Generali Life Insurance Malaysia Berhad 的荣誉赞助，让我们呢可以继续带给大家那么有深度的教养对话。欢迎2位。所以2位其实你们以前小时候的时候是好学生还是坏学生？我自己本身我觉得我小的时候大概分成2个阶段了，后面的部分是有变成好学生啦，但前面那个部分其实坦白说是非常风云的不好的学生，就是常常每天没有做功课啊，然后被老师鞭打啊，甚至也带过那个我是懒惰虫的牌，然后拉耳朵站在那个垃圾桶旁边，下课的时候人来人往的时候向大家展示的啊，曾经是有这样的岁月。我也一样，那个挂懒惰牌站在那个课室外面，因为没有做功课。我也是一个懒惰虫哦，真是天生一对，就是因为当初聊到这样子，所以就走在一起了。是先走之后才知道过去的啦。然后在那个时候被老师这样子的惩罚，拿这个懒惰牌，在你们那时候小小的心灵里面，其实你那时候感受还是怎样的？你还记得吗？应该算是一个比较深刻的记忆就是那一段时间，我记得我晚上要睡之前，我就知道我很多功课没有做，但是也不能够展示出来，因为展示出来了之后，你父母也会骂你嘛，那就先去睡啊。隔天一醒来的时候，第一个想的问题是有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让我不用去上学？肚子痛、牙痛，全部出来了。对对对，就哪一个可能会比较有机会可以骗过去，然后发现好像都没有用。然后就硬着头皮到学校，到学校就真的是战战兢兢哦，就今天老师会不会收功课啊？什么时候要交啊？交了以后什么时候会批改？批改的时候什么时候会发现？什么时候会东窗事发，然后被对付？我觉得那段时间我都是很灰暗，然后去学校就感觉就是去上刑场的感觉了。那保利也是，我没有，因为我小时候是比较自由的，就是我可能回到家就玩，所以我其实是因为我忙着玩，然后就没有做功课。但是我不会记得这件事，因为我是忘记，所以我第2天去想不好意思，老师，我没有做，然后就老师骂，老师打你鞭子，下次记得交功课。这一招对你们来讲管用吗？一个恶性循环了，就是我不做功课，然后就下一次又忘记，然后就一直这样。我其实记得很多人都跟我讲道理嘛，就是说你做功课也就那么轻松，不就做好了之后就不用被打。其实道理我都懂哦，但就是很奇怪，就是那个手会不听使唤哦，就没有办法做。就我宁愿在那个镜子前面哭，我都没有办法做功课，就很奇怪。但是我是听说你有小聪明，是去偷龙转凤之类的。这种情急之下狗急跳墙哦，就拿同学的作业改成自己的名字，这样的事情也是有干过啦。
所以你看，这些小时候干过坏事的老师，其实出来都有他们的一套方法。你们小时候遇过这样子打你们的老师，是不是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激发你们说，现在我长大了，我要做老师，做个好老师，不要像我以前的老师这样子的。啊，可能有一点点影响啦，但是就我个人而言，我会觉得说，因为这一套鞭打其实对我来说不太有用嘛，就是他没有把我从不爱做功课打成爱做功课，不做变成做，它没有发生嘛，它更多是让我觉得自己很糟糕，然后每次上学的时候很害怕，然后都没有什么兴趣想要去学校，所以我觉得，那既然我自己本身的经验是这样，那我也很难说服自己去打学生。宝莉呢，是不是一当老师就觉得说，哎，这个藤编完全不是我的工具？哦，不是哦，我其实一开始支教的时候是有用藤编的，因为我去那个大型学校，所以面对很多学生的时候，大概35到38人，所以那时候手拿一条藤编特别有安全感，因为小孩低年级嘛，有一条藤编在，真的是比较好说话，好教书所以我一开始是有藤编的。只是用来震吓学生，而没有真正的打。有特定情况下会使用，但是会尽量就是克制但是一定要拿在手上就有安全感。但是现在我知道，据我所知，你是没有带藤编进班上了。对，所以这一个转变是怎么样来的？从用藤编使到孩子们乖乖听课，后来就发现说，其实我也可以用其他方法来代替，有没有可能做得更好一些所以就开始尝试不同的方法了。那么在探索的过程中，就发现说可能有一点年龄有点威严所以发现没有藤条我也可以进班好好教书但是会比较累一点的一开始，因为要给小孩子这个讲安排他们的适应和班级秩序。他刚开始执教没有经验，他觉得藤条可以让他有安全感。那光宏本身就是进班根本就没有把这个藤编当成是工具，你是有什么杀手锏去控制你这个场面那个学生？我觉得我一开始，因为我刚刚去教书的时候是到微型华小，一般最多就12位，最少4位，所以不太需要啦。然后另外一方面，可能我自己本身读的书，它已经很多证据告诉我们说，鞭打教育是弊大于利的，所以从来都不是我的选项。所以在没有带藤编的时候，更多的是靠比如说讲故事啊、讲笑话啊、跟同学做互动啊，这一些用活动的方式来去管理吧。在你的观察，现在的体制内的这些华小，像你们这样的老师多吗？我觉得有比过去有非常大的改变哦。过去是人手一边，然后带进班不只是作为正设，还是常常会使用的。但是现在应该大部分要么就完全没有，就是放在各自的班上那个藤编，要么就是偶尔使用，或者是全校就只有纪律老师可以使用。那在使用的频率上，跟过去相比是要降低很多很多了。的确是这样，因为在我学校现在只有纪律老师拿藤条而已，我们都没有。这个也是政府教育部发下来的一个指令是吧？对，就只有校长和纪律老师跟其他受校长委任的老师才可以有这个权利。那当老师要罚学生的时候，其实按照指南有用怎样的方法？他也不能够是当众羞辱性的，然后一种体罚式的，他有各种吧，有可能是口头警告啊，或者是让他去做一些什么样的服务类似这样的。但指南其实并没有告诉你你可以怎么做，但是他告诉你你不能怎么做，就以一种禁止式的就比较多。所以我知道说，老师自己本身也带有情绪，也有自己的一些日常的烦恼。那进到班里面对这一群猴子的时候，就难免有时候你的情绪会失控的时候。所以本来有一个藤编，然后现在你不能够带藤编进班，反而会不会觉得因为会这样子转变成另外一种恐吓学生的方式？因为我好像譬如说我听说的，有直接老师拿着书拍打学生的。直接把布子丢向你的，然后可能直接用手的拍一下头、拍一下背什么的。对对对，就他没有藤编的时候，他身边有什么他就用什么飞板擦呀，然后那个笔啊，还是尺啊，可能都可以拿来用。所以它其实是一个
治标不治本啦，就是说，其实回到去根本啊，两个东西，就是第一个，老师对于鞭打教育的认知是否是深刻、足够全面的，然后另外一方面是那丢弃了这个藤鞭作为一种权威式的工具以外，那个工具之外，它还可以有什么样其他的办法？如果这两方面都没有进步的话，实际上只是把那一团火转移一个地方来去爆发而已。宝莉，你自己从拿藤鞭给你安全感，到后来没有，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一些方法吗？我觉得就是你在班上要让学生知道你是一个很坚持，就是有一说一的人，就是怎么说啊？说到做到。说到做到的，就我的规则是这样，然后我已经提醒你了那么我就是这样的人。实例给一个实际的，比方说，我做说在老师讲课的时候，同学们要坐在位置上，不可以随便走过。对低年级同学来说，其实这一个已经是一个他们很难去遵守的规则。有一些同学他可能会比较好动，他就一直想走过位，走来走去。那我已经说了，有时候我们讲课时间可能是5到10分钟，也不能太长，因为低年级学生他的集中力比较短。那么在讲解的时候，他如果能够坐好在位置听那我就奖励他了。那如果不能，我就会马上就是停下来，马上制止他，你需要做好。那么在长时间的这样一直重复，只要他一小小的小动作，我就马上制止，你要做好我们才可以好好上课。那么时间长了，他就知道老师讲课时间是这么长，然后我能够做好老师会称赞我，然后呢过后我们就进行别的活动，因为我也是会常常说，同学们会听老师的指示，那我们就可以进行有趣的活动在后面那个就是吸引他们静静坐着遵守规则的一个方式。对对吊根萝卜在前面，你要这样子做哈。最后要有那根萝卜出现了。对。那你的萝卜又是什么？比如说，如果我们课上的比较有效率，大家当天都很投入，那把时间省下来了以后，我们就可以一起讲个故事啊。那很多小朋友都是很喜欢听故事的嘛，所以他就会期待那个完成了以后，最后有一个故事。但难免这个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啦，有时是一帆风顺，有时更多时候是起起伏伏的。所以也就刚刚宝莉说那个说到做到。那如果你是承诺了这件事情，最后他真的做到，你就要实现。那如果他没有做到，你就真的不能实现。然后心平气和的说不要发脾气，因为有时候发脾气，他反而会模糊掉那个焦点。但是往往我看到的是，很多老师真的会觉得说，没有办法，我已经好好说了。那你觉得他们欠缺的是什么？因为我这2年就到师范学院去嘛，那常常会有机会去视察学员的教学，跟看一些教师的课。那我就会觉得有时候你的那个位置换了以后，你就比较能同理学生哦。就往往很多时候是因为可能老师给的指示不够清楚、明确、具体，可能大人能够很好的理解，但小孩很难，所以他们做不到的时候就被骂。你一被骂的时候，其实你不是不愿意遵守，而是你不知道该如何遵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其实老师的备课啊，老师的活动啊，能不能够让学生真正投入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关键了。通常一些小技巧，比如说什么口号啊、拍拍手啊，然后我说一句，你要应一句，这样的一种几秒钟的一种把注意力抓回来的方式，他就给你一个很短的时间，可以把场面收回来。可是收回来了以后，你必须要用你的主菜，就是你的课堂活动、学习活动，去让学生感觉到大家在忙学习，在忙探究，然后学有所得，那他才比较愿意的去跟下去。否则的话，真的就是很短时间这样子碎片化，老师也会很不耐烦了。像我孩子的学校的话呢，1年级的老师到现在3年级，基本上都没有太大的更动。所以像宝莉刚才所说的，你要让学生知道你的规则在哪里，你需要花一点时间去建立嘛，那个规范、那个界限嘛。所以对于一个这样子的setting一个设置同一个老师、同一个科目的老师跟着你的孩子一起成长，可以做得到。这个是一般学校里面都是这样子吗？我觉得现在大部分学校都会让老师带班，因为其实带班就是老师他比较熟悉孩子的那个学习情况然后学生也会比较适应，因为他们知道老师进来了，那么我就应该做些什么，老师已经建立了规则，所以由同样一个老师带着上的学生，他可能就在学习方面就很快进入学习状态。因为我会想象说，
每一个老师都要去让学生知道自己的规则的话，诶，花的时间还真不少，然后学生要适应的时间也还真不少。对对对，所以它比较有一个长期的时间可以建立一套规范或者课堂文化。OK，然后到现在刚才你们有讲到说，诶，这个校园里面的这个体罚的文化有在变化了啦，但是其实很难否认说，有一部分老师还在停在那种，诶，需要靠体罚学生我才能够控制住班的。所以对于这样的一群老师，你会觉得说，诶，他们还可以做些什么？我会觉得说，除了技术上的提升，比如说，好，我要用什么样鞭打以外的方式去维持我的课堂管理，那你可以有技术上的很多学习嘛。那另外一条路，其实更重要的可能是你自己本身是怎么看待儿童的一些反应的。比如说，有时候儿童就只是很直接的跟你表达他的一些情绪反应，但是在我们大人的解读，可能会变成说他在挑战我，他在挑衅我，他在看我能不能够制住他。那这样的一种解读上的一种错位，就会导致可能后来就不是很好的一个结果啦。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可能老师可以多看一些好的儿童小说啊、绘本啊，对小孩怎么样看世界、怎么样想问题、怎么样表达情绪哦，可以有比较好的一个认识了之后，其实你看很多东西就会比较宽松。你宽松，你就不容易被点燃，不容易被点燃，就不容易进入那种冲动反应，然后做很多你会后悔的事情啊。所以我觉得技术的部分跟内功的部分都要修一修。保利这方面是怎样修来的？有没有试过失败的时候？就是我已经精心准备好活动了，然后我就在班上给指示，可是他们连听指示的那个耐心都没有，然后我花很多时间在请大家专心听，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活动。可能他们就很躁动，然后我就没有办法，所以我就大爆发，然后就破口大骂。重点你的大爆发是怎样的爆发？那种大吼啦，狮子大吼啊然后就说我们不要做活动了，大家学习怎么样安静聆听啊，类似这样啦。然后后来我就平心，就是反省一下自己啊，其实我是不是刚才没有先让他们安定下来，我就急着要给指示啊，所以我也有自己的问题了，然后再调整啊，但是我没有去处罚他们啦。然后这会不会觉得说，有时候做老师的，因为学生很多，尤其是好像在雪隆区一些大型的学校，一般好像我孩子的是有40多个人的，所以老师很难去集中每个孩子身上，然后所以要控制起班上的秩序的时候，你要循循善诱。如果只是一个学生走过位，你可以花时间，但是你一节课就只有半个小时，当有一个起哄，另外几个一起来的时候，怎么办？这个其实很现实的问题哈，我们没有一个非常理想，因为刚刚保利有讲的，就是有时候是老师本身进班之前有自己的一些情绪啊、课题啊，当天有一些不顺啊。那同样的，学生在上一节课或者今天早上来学校之前，可能也有一些摩擦、一些纠纷，大家是带着情绪来，每一天都很不确定啊。那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有时候要允许哈。我的允许的意思是说，可能你需要有一个底线，比如说你知道你要爆发了，好，那是不是先深呼吸？是不是先跟他们说，哎，班长管班，然后老师出去一个3分钟，去洗把脸，喝口水哦，尽量让自己离开那一个情绪一下。我觉得这是一个叫做避免在冲动之下发生这个不可收拾的一个结果的一些小技巧啊。我觉得这个是需要的。那40个人，然后刚刚你讲的那个课堂就半小时、1小时，有限的时间你要做那些该做的事情的时候，哦，各种压力，说要赶的时候，对啊，对啊，所以制度也会有这个问题嘛，就是他会要求你一定要完成怎么样的任务，所以有时候各方面变成一种压力的时候，只能够用这种比较小技巧的方式，让一切不要过了那个临界点，可以回来，有这个机会。我觉得是，其实不要只看到那一些在捣蛋的孩子，应该要看到很乖巧的孩子。所以有时候我会故意，哎呦，谁谁谁做的真棒啊！你看他已经拿好书本，做好在等着大家了，老师给他加2分。对，就老师是那个把控氛围的人，对，就你不要把那个眼光一直投向那几个调皮虫，你就是用夸奖好的行为来让整班的那个聚焦点
转向一个比较正向的啊，这个也是一个技巧啦。就讲到一些班上的普通的纪律问题啊，小孩子走过位啊，这些我是觉得说还好处理，还好控制。但是在现在这种社会的大环境哦，我们可以听说到一些霸凌的问题啦，还有一些更严重的一些社会问题，其实也渗透进了小学。所以面对这样子的一种情况的时候，老师在班上还可以怎样？还是其实他就必须牵涉到整个学校的东西。比较严重的纪律问题，其实学校是有一套 SOP 的。如果是大纪律问题的话，就是班主任会把它就是交给这个纪律主任去处理。像我们就是以前我就是遇过有学生带电子烟来学校，那么被同学发现这件事情被揭发之后，那就不单是一个班上的小纪律问题了，那我们就直接交给这个纪律主任去处理。那么其实到纪律主任那一边，他也不是纪律主任的那个权限之下了，他还要去就是 refer 副校长，对，到最后事情搞到是要让警察来学校。所以在这一方面，你是觉得说家长还是可以放心，因为教育部设下的这个一步步的系统算是完善吗？在你眼中？它会有它的那一个程序在。可是刚刚我想要补充的可能是说，其实大部分的班级跟同学的状况，其实不至于到那一个程度啦。但各个学校可能都会有一些这样子比较特殊的案例，但是它在新闻上可能就更吸睛一点。所以遇到了那种大的课题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如果用这种重新恢复鞭打来去回应，它也是很奇怪的嘛。就它的逻辑就是他带电子烟来学校卖，或者就找朋友在厕所里面去吸电子烟，你把大家集合在一起，每个人编3编5编，他就变乖宝宝了。这个也可不可思议嘛，对吧？所以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啊。但是每一间学校实际上教育部是有一套那个程序标准作业程序啊，但是它牵连比较广啊，它不是一个鞭打可以处理的。光宏跟保利分享的，听起来都非常的适合老师用。但是我就觉得说，家长听到他们讲的话，其实也有可以派上用场的一些技巧。所以刚才讲遇到一些冥顽不灵的学生的时候，你会不会从家长那边下手？如果你经验比较丰富了以后，你大概就会知道有一些学生很特别，这个特别通常都是有故事在后面的啦。那如果你没有了解那个故事的话，你可能就会把它诠释成，这个学生故意要跟我们捣蛋，这个学生就是一个害群之马。可是当你多了解他背后的故事，也许是来自一个不那么好的家庭，也许有自己的很多不如意，是一些经济上的弱势，各种各样。那其实你对他就会有比较多的同理。那你在处理他的那个个案的时候，也许就不会那么的觉得他在跟你捣蛋了。我觉得这个在心理的建设方面是有很大的帮助，是需要的。是这样了。好像我现在在带6年级班，班上各种的问题的同学，有一些我们的确会跟父母沟通，但是像6年级学生他处于青春期所以我们多的是跟他交流，让他知道我尊重你的想法，但是你也要尊重老师，尊重你的同学所以我们会跟他多交流也不一定是通过家长最主要我是觉得那个学生他知道老师是懂我的。这个我稍微补充一下，可能不同年龄是有不同的处事方式啦。比如说5、6年级比较希望跟你当朋友，但是要有一个界限。然后1、2年级其实他比较希望你成为他的妈妈或者他的爸爸，他需要一个比较有权威的感觉来让他服从这个是不同年段的一些特质。在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前，那两位有没有对着镜头要跟前面的观众、家长、老师讲的话，总结一下你们的所的心得？我自己本身我会觉得说，老师跟家长要面对小孩，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啦。然后尤其是老师面对的是人数很多很多的小孩，然后又要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去完成被指定的任务这真的是非常辛苦的。但是与此同时，大家可能也要想一下，就是破坏这段关系的话，其实不止伤了孩子，其实也伤到我们自己。所以更好的其实是双赢，而不是双伤啊。所以要怎么达到双赢呢？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我们没有办法让学生改变的话，我们可以改变自己。
比如说转念啊，比如说去学习一些技巧啊，比如说多看一些有关儿童的书籍啊，像各个方面大家都比较放宽了以后，在处理这种师生关系、亲子关系，应该就可以看得比较开啊，不是叫你躺平，但是是可以比较宽松的去处理之间的一些摩擦冲突。摩擦跟冲突是难免的啊，但是可以更好的去面对。我呢，我就觉得，老师其实大家都是为了学生好，所以我们只是想为了学生好，所以我们努力做好这件事情。所以是有更好的办法，哪里有老师不想用呢？我们正在努力往前走了。谢谢光宏跟保利哦，今天让我们听到说，原来不用藤鞭，不用这个吼叫哦，只要愿意用脑，花些心思，让课堂的内容变得更加有趣，也可以让孩子其实在班上不用到藤鞭，也可以让他们乖乖听课的。其实我知道里面用了很多的时间，用了很多的耐心，所以只要你不把这个藤鞭当成是一个工具的话呢，你自然就会想方设法的去做到这一点。所以非常感谢两位跟我们分享，也很希望说，在我们的这个体制内的学校啊，体制外的学校都好，有更多像两位的教师可以那么的花心思培养孩子一起成长，而不用藤鞭的。那也再次感谢本集的荣誉赞助 Generali Life Insurance Malaysia Berhad，让我们可以继续带给大家那么有深度和陪伴大家一起成长的教养对话。那打骂教育呢，这个系列就先告一段落了。但是关于孩子、关于成长这些事呢，立懂什么还是会继续为大家去搞懂更多的事情，因为懂了才有选择，然后懂了才有不打的勇气。好的，立懂什么？下个系列我们再见。